有听过奥 K 恐攻吗？全球各地的青少年在餐厅还有商场放恶作剧，不但造成了多起的食安问题，甚至让上市公司的市值蒸发了数十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人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奥 K 恐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的1月，许多日本回转寿司店呢，都遭到了青少年的恶作剧骚扰。他们不但在别人的寿司上面丢芥末，对着公用的酱油瓶还有茶杯又吸又舔，还把过程拍成影片上传，造成了许多的店家名声受损。连锁品牌寿司郎呢，甚至因此股价大跌损失了超过160亿日元。而随着类似的恶作剧不断的出现呢，媒体也把这种现象叫做奥 K 恐怖攻击。不过这些奥 K 呢，并不是日本特产他们在世界各地都会出没。例如在美国呢，曾经出现把超市的冰淇淋打开舔一口再放回去的恶作剧，让冰淇淋厂商紧急下架商品。而台湾呢，也有高中生偷喝大卖场的饮料再放回架上，或者是在货架旁边尿尿，在店家报警之后呢，遭到了逮捕。那我们就很好奇这些在各地作案的奥 K 恐怖分子是哪里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不过在开始讨论这些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讯设计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包含认识身体的界限、挫折、情绪等等的生活观念，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刷牙、吃蔬菜等等的习惯培养。另外，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也热爱的这个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盲狗狗的故事好玩不说教，没有刻板的印象，热销超过2万本，是最符合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绘本。现在13本全套组合呢，有现省超过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根据日本媒体的说法，所谓的奥 K 恐攻指的是顾客在营业场所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并把过程发布到社群媒体的现象。比如呢，把这个偷吃超商热狗的影片发到 IG 的限时动态，或者参与 TikTok 上面的恶作剧挑战。那从过去的案例来看呢，奥 K 恐攻大多是呢这个青少年的恶作剧。尽管有些人觉得小朋友开开玩笑无伤大雅，但对于很多的店家来说，这些奥 K 绝对是噩梦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恶作剧可能会对店家带来2种毁灭性的后果。第一种后果是呢，这些奥 K 的行为可能非常的危险，或是非常恶心，进而造成店家很大的损失。而非常危险的行为会造成店家财产的损失，例如呢，在纽西兰有青少年点燃货架上面的洋芋片，导致超市发生火灾，不但让超市停业好几个月呢，维修费也超过台币300万。警方调查之后认为呢，他们可能是在模仿 TikTok 上面的挑战，才会跑去烧洋芋片。而非常恶心的恶作剧呢，则容易带给顾客负面印象，让店家的商誉受到影响。例如最近在 Twitter 上面出现了一部影片，影片当中呢，一名男子捧着吉野家公用的生姜盒，以碗呢就口低头狂吃，让不少人看到之后觉得很不舒服，甚至表示以后不会再去吉野家。而第二种后果是呢，当这些恶作剧引发关注，容易引发连锁反应，让类似的事件浮上台面，甚至可能出现模仿犯波及了整个产业。以寿司郎的事件为例在媒体大量报道之后，许多回转寿司店也被爆出了类似的问题。除了舔酱油罐的影片之外呢，也有人把烟蒂放到公用的绿茶罐里，不少店家因此改用提供这个小包装酱料，甚至直接改用单点，而原本的这个常见的回转寿司，最后也变成只有空盘在回转。不过看到这里很多人应该都很好奇，既然这些恶作剧会对店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少年奥 K 又为什么要到处搞破坏，还特别把自己的犯罪证据拍成影片放到网络上呢？有些人认为奥 K 恐攻的行为呢，与青少年群体的特质以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的习惯有关。根据统计，全世界有6到7成的青少年会使用 IG， 美国呢跟日本也有接近7成的青少年使用 TikTok。这些软体呢是他们跟朋友互动的媒介，也是接收当下潮流的管道。那这个年纪的人呢，大多渴望独立自主，但又很需要获得认可，彼此常常会透过一些方式来确认双方的关系。有些人喜欢挑战权威，就会透过恶作剧的方式来实现。那因为大家很习惯用社群软体所以常常会把恶作剧的过程放到网络上面，证明自己很勇敢。而朋友也可能因为怕被瞧不起，或是呢经不起大家的怂恿，可能就会一起加入恶作剧的行列。而随着恶作剧的人数增加，就会形成一种风潮，吸引更多人来模仿。
而此外，有的人之所以恶作剧其实是想当网红。根据调查呢，许多青少年希望以后能够成为 YouTuber， 但他们选择的模仿对象有不少却十分脱序。比如日本呢，有一种迷惑系 YouTuber， 专门靠阻挡上班族搭上末班车，或是破坏墓园这种恶作剧来吸引流量。这样的题材呢，不但容易被关注而且执行很容易，所以经常成为青少年模仿的目标。不过，如果只是把影片上传，造成的影响可能还不会那么严重。这些恶作剧的小火花之所以呢会烧得这么大，助燃的关键可能还包含了社群媒体跟新闻媒体。有人认为大多数的奥 K 恐攻之所以会有那么强的破坏力，是社群媒体病毒式传播，再加上新闻媒体推波助澜的结果。以寿司郎的事件为例呢，影片原本是被上传到 IG 的限时动态，理论上只有朋友可以看到，很难有什么影响力。但后来却被转发到 Twitter， 并在短短的2天超过了6000万观看。这么夸张的传播速度呢，可能跟大众的情绪有关。因为当大家看到恶作剧影片时，会被激发出很多强烈的情绪，例如觉得恶心啊、猎奇、有趣，或是对于屁孩感到愤怒。这些情绪一开始呢，会让当事人的朋友出于好玩或公审的心态，把影片流出到公开平台。那当更多网友看到影片，他们的情绪也会被激发，因此转贴给更多的人，或是直接在下面留言开骂。而这种互动方式呢，就会让社群软体的算法觉得这是很有热度的内容，把它推荐给更多人看。于是，影片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在短时间内爆红，甚至登上新闻版面。不过，在登上新闻版面之后，这颗雪球并不会因此停止，反而还会越滚越大。在影片有一定的关注度之后呢，通常就会有新闻媒体报道，事件的影响范围也会大幅度的扩散。最开始呢，媒体的报道会让事情从网络热门话题变成社会事件，关注度上升的同时，当事人可能会被肉搜。以前寿司郎被别人恶作剧的其他影片呢，也会被挖出来。那等到事情延烧一阵子之后，新闻媒体呢通常就会开启第2部的相关报道，比如采访高中生的这个邻居啊、老师、校长，或是报道近期出现了其他类似的恶作剧影片。而这个时候呢，事情就会扩展到其他的品牌，或是当事人的其他关系人也会受到影响。比如那位高中生的学校就表示，新闻播出之后呢，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各地的辱骂电话，批评他们没有把学生教好。而部分的回转寿司店啊、乌龙面店、烧肉店也因为店里出现相关的恶作剧而紧急关店清理。那除了相关报道之外呢，媒体也经常会规划一系列的整理报道，把过去类似的事件拿出来分析整理一次。那这样的报道呢，虽然能够让读者更加了解议题但对于以前发生过类似事件的店家可能会造成2次伤害。比如在2019年呢，某连锁咖喱店也曾经发生过有客人直接用公共汤匙吃酱菜的事件。那虽然事情已经处理完该赔偿的也赔偿了，但因为这一次的事件，他又被重新报道跟关注，因为表示呢，原来那间店有这种事情，自己不会再去。好的，那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呢，奥 K 恐攻的现象确实都已经对很多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防范这样的状况呢？对于奥 K 恐攻的解决方案呢，大家有许多不同讨论，而目前最常见的有3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店家可以调整经营模式来避免被恶作剧，比如把公用的酱油改成小包装，或是加强监控。第二种看法是，政府应该要有相关的立法遏阻这样的行为，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就曾经为污染商场食物的恶作剧立法。而第3种意见呢，则是觉得这是父母跟学校没有教好，应该要加强教育。那这3种想法呢，也都有各自的反对者反对店家改善经营模式的人认为，明明店家是受害者，却还要负担这些成本，很不合理。而且这种调整可能会对于营业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为了避免恶作剧呢，让这个回转寿司的转盘停止使用，那就不叫回转寿司了嘛。而对于要额外立法的建议呢，则有人质疑其实大部分的奥 K 恐攻行为呢，本来就是违法，而且青少年之所以犯下这些错误，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衡量事情的后果，所以就算立法也可能难以遏阻。最后，对于应该要加强教育的观点呢，有人认为虽然中小学一直都有道德教育课程，但大家碰到青少年做了坏事，还是会一直说要加强教育。这么多年来呢，也没有什么具体方案，所以加强教育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该怎么处理奥 K 恐攻的现象，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难的问题，因为这种恶作剧真的防不胜防。如果过度的防范，可能会让这个社会失去基本的信任感。一个没有信任感，随时都要防范别人的社会，过起来真的很辛苦。而且很多时候，恶作剧的伤害其实可大可小，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恶作剧也未必是绝对的坏事。在青少年的阶段，每个人都需要去探索自我跟社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感的把握呢，需要经过一定的尝试。我们觉得，在一个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
清楚的时候，犯错啊、不成熟都是难免的。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有适当的引导，那这些犯错也可能成为成长的养分。举例来说呢，如果有小朋友在路边乱丢垃圾，那父母发现指正并要求他负责清扫干净，那他就能够因此体会到清洁队员很辛苦。不过这次奥 K 恐攻的事件呢，也让我们发现，因为时代的变化，现在要让小朋友恶作剧，可能已经变成相对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个恶作剧的后果，常常都已经超出小朋友或者是他们的父母可以承担的范围。例如在以前如果有小朋友偷喝便利商店的饮料，或是拿针在这个洋芋片包装上面戳洞，那可能只要诚心道歉就可以被原谅。但现在同样的恶作剧呢，因为影像记录分享都很方便，可能当事人自己会上传恶作剧影片，或者是现场监视器画面会流出。这个时候，除了当事人会被肉搜洗版，商家的声誉呢也会受到影响，蒸发的股价变成天文数字，家长道歉也赔不起。那这对于双方来说呢，应该都是很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哦。青少年或许需要借由恶作剧来探索自我，但又可能无法承担后果，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想了很久我们也没有太完整的答案。不过如果频道有比较年轻的观众，这边呢我们是有想到一个事前判断的标准可以分享的，那就是在想恶作剧或者是你想做一些好玩的事情之前，你可以先问问自己，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出现任何自己无法承担的后果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建议最好还是不要。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的问题是，如果你最喜欢的餐厅因为被小朋友恶作剧而面临经营危机，你的看法会是什么呢？ A. 支持店家提告，告到他倾家荡产最好。 B. 如果小朋友好好反省，那就考虑原谅他。 C. 要不要原谅不是重点而我确实呢会因为担心餐厅被恶作剧不卫生而不敢再去。 D. 我决定一个礼拜吃3次，帮喜欢的餐厅度过危机。一起他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快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奥 K 恐攻的议题。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TikTok 的危险挑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